周师兄，看好了，我这一刀会很帅。周烈，攻他山中穴。师傅，您也指点指点我呗。您看我刚才那一刀是不是挺帅的？师傅，师傅，出发，论剑大会。排场不小，小金别动。天剑宗的人来了。先生，酒后了，宗主已在主峰设宴，专程等候先生大驾。客气了。他的修为又精进了。先生，请。先生远道而来，方某有失远迎。方宗主客气。东侧第一排那个秃头老者，北海冰宫的公主；西侧第二排穿红袍的，南皇火神殿的大长老。怎么了？最后边的那个人，我查不到他的身份。没有气息，不是收敛，是真的没有。但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盯着他，已经在盯了。诸位，今日论剑大会，除了切磋武艺之外，还有一件大事要商议。界壁裂缝，南疆的裂缝虽然在愈合，但大陆各地又出现了新的小型裂缝，北海3条，东荒2条，西域4条，中州也发现了1条。所以方某提议，由各大势力联合组建一支封闭军，专门负责巡查和封堵各地的裂缝。方宗主，封闭军的提议不错，但老夫有个问题：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归谁？自然是由各势力共同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统领。哼，推举，方门主心里怕是已经有人选了吧？方某不才，想推举一位天刀城的先生。方宗主抬爱了，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。先生谦虚了，以先生的实力和威望，我说做不了主，不是谦虚，是真做不了主。界壁裂缝的事，比在座各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封闭军能解决小裂缝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先生此话何意？裂缝不是自然产生的，是有东西在外面一点一点的削弱界壁，各地冒出来的裂缝全是他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阁下是界壁外面的那个东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谁？顾凌渊，300年不见，你果然不记得我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弟子们都在啊，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秦无暇。师父，看来你的身体还记得，就是脑子不记得了。秦无涯，这个名字，师父，300年前您提过一次，只有一次。您说，我说什么？您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秦无涯会来收拾残局。说吧。说什么？你是谁？跟我什么关系？为什么300年前我提过你的名字？你真一点都不记得？不记得。那我换个问法，你知道自己300年前为什么收了100个弟子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在布局。布什么局？对付虚无之主的局。300年前，你第一次遭遇虚无之主，那一战你赢了，但代价极大。你在倒下之前就知道他还会回来，因此你提前做了准备。师父早就知道会有今天。他不只是知道赵小刀刀道极致，镇守南疆；林清晨天机推演掌控情报；柳清雪万华天幕剑宗立派；周烈火系法则宫中主力。100个弟子，100个位置，全是他安排好的。300年前的我把一切都算好了，连倒下都是计划的一部分。那你呢？你在这个局里是什么位置？我不在局里，我是局外人。什么意思？300年前你找到我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如果我不在了，帮我看着点。就这？就这？你这人从来不解释，丢下一句话就走了。我在外面看了300年，看你的弟子们一个个长大，看界壁裂缝出现，一直没插手。为什么现在插手了？因为虚无之主动真格了。各地冒出来的裂缝不是随机的，你把他们的位置连起来看。这逆天大阵，上古典籍里有记载。逆天大阵用来撕裂一方世界的界壁，需要在定位置开出足够数量的裂缝，形成阵法共振。一旦共振完成，界壁全面崩塌，虚无之主就能带着他的大军长驱直入。还差多少？阵法需要13个节点，
目前已经有11个了，还差2个，一个在天剑宗脚下，一个在万华宗。所以你来论剑大会？不只是我，虚无之主的人也来了。谁？不知道，但他一定会派人来。天剑宗脚下就是第12个节点，他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。论剑大会各大势力齐聚，正好是最混乱的时候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会在论剑大会期间动手，在天剑宗脚下撕开第12道裂缝？对，可能是明天，也可能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。那还等什么？先把天剑宗翻个底朝天！翻什么翻？对方藏在暗处，你翻得过来吗？得引蛇出洞。对方要在天剑宗脚下开裂缝，就必须到特定的位置施法。我们只要守住那个位置。天剑宗的剑冢，剑冢，那是天剑宗的禁地，我们进不去。所以得跟方积云谈。他会信吗？不信也得信。方宗主，有件事比封闭军更急。先生是说有人要在我天剑宗的地盘上撕开戒壁？对，就在剑冢。不可能，剑冢有9重封印，外人根……太虚殿的秘境也有封印，饕餮不结样被放出来了。我需要进剑冢，在那里布防，等对方动手的时候当场拿下。方宗主，你是想保住面子，还是想保住天剑宗？好，我亲自带你们去。剑冢一共7层，最底层是历代宗主的葬剑之地，也是灵气最浓郁的地方。如果有人要在这里撕开裂缝，一定在最底层。是这里，节点就在石台正下方。他说的没错，石台下面的空间法则有一处极其显微的薄弱点，像一面墙。但如果有人从外面往里捅，怎么守？不用守，布阵。完成了。任何人试图在这个位置施法撕裂戒壁，阵法会第一时间反弹并锁定对方。接下来就是等。论剑大会只有3天，他要动手就在这3天里。你守这里。你是天庭境中期，万一来的人修为太高，其他人扛不住。那你呢？我去参加论剑大会。你去干什么？钓鱼。对方要在剑冢动手，就需要有人在外面制造混乱，吸引注意力。论剑大会上如果出了什么乱子，那个制造乱子的人就是虚无之主的棋子。你要同时守2头？不是我一个人。赵小刀、柳清雪，跟我去论剑大会。周烈、沈冰留在这里配合秦无雅、林清晨。你，我2头跑，推演术的覆盖范围够用。师尊，秦无涯这个人，您信他吗？信。他出现的时候，我体内的印记在共振。为什么？跟见到白苏氏一样，这种共振不会骗人，只有跟300年前的我有极深渊源的人才能引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弟子只是在想，300年前的师尊身边到底还藏了多少人？论剑大会的规矩，各势力派出代表上台比试，不限修为，点到为止。胜者可向败者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，对方不得拒绝。师傅，赢了就能开条件，我能上吗？等等，先看看。上万人的场合，靠眼睛找不出虚无之主的棋子，但神识可以。正常的修士，气息有规律，有节奏。但如果有人身上带着外域的力量，哪怕只有一丝，都会与天地法则产生排斥。师傅，您闭着眼在找什么？钓鱼需要耐心。啊，这谁啊？没听过这号人物。一个散修，报名叫陆清，生死境中期。停！3招，就3招，没看到他出招啊！用的什么功法？不是功法，那3下是直接操控空间法则产生的攻击，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真气外放，纯粹的法则之力。法则之力至少要天庭境才能掌握。我是因为上一世的根基，但他一个生死境中期的散修，凭什么？找到了，藏在丹田最深处，被层层伪装包裹着一丝外域的气息，就是他。现在动手？不急。他赢了不提条件，那他上去打什么？试探。
什么？他在试探天剑宗的防御反应。刚才那3下法则攻击，打的不是人，打的是地面。这3道痕迹的方向，恰好指向剑冢。他在定位，用法则之力探测剑冢的具体位置。至少还需要2次才能锁定入口。他一定还会再上台。不，我上台。您？他要定位，我不让他定位就行了。而且，我想试试他到底有多深的底。啊，那是天刀城的人，就是那个传闻里的高手，还要跟谁比？陆青，上来。他丹田深处那丝外域气息在波动，比刚才活跃了。他在紧张，紧张的人容易露出破绽。阁下找我，你刚才那3招挺有意思，再来一次给我看看。阁下修为远在我之上，这一战怕了。他不能认怂，在这么多人面前退缩，等于暴露自己有问题。一个正常的散毒，面对挑战应该紧张或兴奋，不是退缩。请。再来。你的法则之力很粗糙，像是刚学会用，还不太熟练。正常的修士要到天庭境才能掌握法则之力，你一个生死境中期，是谁教你的？既然阁下看出来了，那就没必要继续演了。不是真正的突破，是外域的力量在强行拔高他的修为。果然，你看到我了。虚无之主，一缕分身而已，本体过不来，但一缕分身足够了。足够什么？想跑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快跑！快跑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外域来的东西，疏散人群，这里交给我。天剑宗所有弟子立刻结阵！快！赵小刀，在，守住4周，别让他跑了。没问题。你困不住我，这缕分身就算散了也无所谓，本体还在外面，你封得住1次，封不住第2次。谁说我要封你？撑住！弟子撑得住。你以为封住1个节点就够了？什么意思？13个节点只是最快的方案，慢一点的方案只需要1个。说清楚。一个足够大的裂缝，比如你300年前亲手封住的那一个。师傅，他刚才说的，我听到了。300年前，我用一切封住的那道戒壁，在金月之地姜太初守着的地方。林清晨，在。天渊，我300年前的封印还剩多少？3成，最多还能撑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，这片天空的安宁只剩3个月了。师傅，天渊怎么去？从天宗往北，穿过中州，越过北境荒原，再过滨海，大概要飞半个月。半个月？封印只剩3个月，来回路上就花1个月。所以不能所有人都去，天刀城不能没人守，万华宗那边也是节点，柳青雪得回去。我去天渊，带赵小刀和周烈，林清寒留在天刀城坐镇，史边跟柳青雪回万华宗。那秦无涯呢？他会自己出现的。你们在说我？天渊的事你知道了？知道，我跟你去。你不是局外人。局外人也得吃饭，戒壁塌了，我也活不成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。那今天？
先生，紫霄圣地顾西月冒昧来访，有事相商。请进。昨日比武台上的事我都看到了，紫霄圣地愿意出力。怎么处理？紫霄圣地有一件上古法器，叫镇界碑，能加固一定范围内的界壁强度。虽然不能修复已有的裂缝，但可以防止新裂缝产生。条件呢？先生果然爽快，条件只有一个，紫霄圣地要参与天渊之行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天渊？猜的。封印在衰竭，您不可能坐着等它崩，天渊是唯一的选择。天渊不是游山玩耍的地方，极北之地，常年冰封，灵气微薄到连生死境的修士都撑不过3天。你一个神桥境中期，先生3个月前还是7星境。行，明天一起走。多谢先生。镇界碑需要3天时间从宗门运来，我让人直接送到北境荒原的边缘，我们路过时正好取。你连路线都算好了？出门前做了功课。这女的不简单。废话，能在20岁出头修到神桥境中期的人，哪个简单？我是说，她来得太巧了，咱们刚商量完去天渊，她就来了。不巧，他从昨天就在等机会。昨晚闭门会上，各大势力吵成一锅粥，只有紫霄圣地没表态，就是在等我们的动向。先生，天渊之行，方某想同往。方宗主，天剑宗脚下的节点虽然被我封了，但不代表万无一失，你得留在这里守着。那方某能做什么？封闭军的事你继续推，不用我当统领，你自己来就行。各地的小裂缝需要人盯着，这是你的活。好，方某领命。先生，天渊那个地方300年前就是禁地，我师父年轻时去过一次，差点没回来。你师父是什么修为去的？神桥境巅峰。那确实危险，不过我带了个天庭境中期的。明天就走了，你去不去？天渊冷，别乱跑。也对，忘了你是火属性的。300年前我拼尽一切封住的那道戒壁，如今只剩3成。3个月后彻底崩溃。300年前是用命封的，这一次总不能再死一回吧？推演术的实时传讯，有事随时联系。你的推演术能覆盖到天渊？勉强。到了极北之地可能会有延迟，但不会断。这破地方怎么这么冷？才刚进北京就寒冷，后面还有冰海呢。你是火系的，当然不怕。师傅，能不能让周烈给我烤一下？自己运功抗寒。圣女，东西送到了。这东西稀罕物。镇界碑，上古时期加固戒壁用的法器，紫霄圣地传了3000年，从没用过。3000年没用过的东西还能使？法器不是食物，不会过期。别太依赖外力，到了天渊比这还冷10倍。是10倍？天渊是极北之地的核心区域，那里的寒气不是普通的低温，是法则层面的寂灭之寒。灵气到了那里会被冻结，真气运转速度会降低70%。你也去过？去过一次。300年前你封戒壁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着。不是吧？师傅在拼命，你在旁边看着？你师傅不让我插手，因为封印需要一个人的全部修为和生命力，2个人分担反而会失败，力量不纯，封印不稳。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到了。那就是外域。封印确实只剩3成了，有些地方已经薄得快透了。法则编织的网9层结构，外面6层也碎得差不多了，只剩内部3层勉强支撑。清晨的推算没错，按这个速度，3个月后封印消失。怎么修？有办法。你跟来了？我比你们先到。300年了，还在。你说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用特殊的炼气之法，将生命力灌注进封印里，相当于给封印续命。谁的生命力？不行。你连我是谁都不记得，凭什么说不行？不需要记得你是谁，用命换封印这种事，300年前做过一次了，不能再来第2次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是神桥境初期，就算把全部修为灌进去，连1层封印都补不满。给我时间。3个月。3个月后，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来。白苏，300年前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一模一样。师傅，我觉得您300年前欠他挺多的。闭嘴。哦，他说的办法可行，但代价太大。天庭境的全部修为加上至少300兽灵，他扛得住，但之后会跌落到神桥境。
短期内无法恢复，所以不能让他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镇界碑，你说它能加固戒壁，能加固封印吗？理论上可以。镇界碑的原理是向戒壁注入稳定的法则之力，减缓衰变速度。用在封印上不能修复，但能延缓崩溃。能延缓多久？这道封印的规模，镇界碑全力运转的话，大概能把3个月延长到半年。先用镇界碑顶住，剩下的时间我来想办法。成了，镇界碑会持续运转，不需要人维护，但它的能量不是无限的，半年后耗尽，封印会继续衰减。半年，够了，半年的时间，至少能突破到神桥境巅峰。到那时候，也许能找到不用任何人牺牲的办法。扎营，今晚在这里休息，明天开始，我要在封印旁边修炼。在这里修炼，这鬼地方灵气都是动的。寂灭之寒能冻结灵气，在这里的修炼法则之力效率反而更高，因为没有灵气的干扰，能更纯粹的感悟法则本身。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陪您在这练。这一次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这什么鬼地方？真气流转一圈要平时3倍的时间，我练个刀跟在水里挥胳膊一样。那就对了，等你习惯了这里的阻力，回去之后速度至少快2成。我的刀盾，行吧，练就练。火系法则在极寒中反而被激发了，不错。像淬火，越冷的水，淬出来的刀越硬。悟性不错。你堂堂紫霄圣地的圣女，煮个粥都能煮糊。我从小有人伺候，没进过厨房。那你别煮了，我来。你煮的还不如糊的。你找打是不是？我去检查镇界碑了。迟早让你试试我赵小刀的手艺。那是什么？外域虫，虚无之主的眼线，本身没什么战斗力，但它能传递信息，让虚无之主看到这边的情况。那就别让他过来。没用，弹回去他还会再来，得把那个薄弱点补上。怎么补？用法则之力填，把法则灌进去，把漏洞堵死。消耗太大了，只补了一个拳头大的洞，就用掉了我3成的法则之力。整道裂痕上这样的薄弱点有10几个，所以你得突破。神桥境中期的法则之力是初期的3倍，到了中期补这些洞就轻松多了。那我需要一场战斗。什么意思？在这里打坐修炼太慢了，我需要压力，真正的性命攸关的压力，生死之间出灵感。你想跟我打？师傅您疯了，他天庭境中期。不是要赢，是要在他的压力下逼出突破的契机。你的刀意当年怎么突破的？被周烈逼出来的，同样的道理。说好了，我只用神桥境巅峰的力量，再高你接不住。行。起来。再来。你的法则运用太死板，12道印记每次都平均分配，为什么不集中？有点意思，但还不够。你试试把12道全部压缩到一个点上。12道压缩到一个点，那个密度，经脉承受得住吗？承受不住就突破了。你的经脉是300年的天庭境巅峰的底子，比你以为的结实得多。放开了用。
神桥境中期。7天，你300年前突破这一步用了2年。师傅，您成了！别大惊小怪。我没大惊小怪，我就是算了，我习惯了。半年从七星境到神桥境中期，我已经麻了。别比，底子不一样。我明白。师傅，周烈被刺激到了吧？被刺激到是好事。果然不一样了，同样大小的薄弱点，现在只需要1成的力量。这一下那些外域虫挤不进来了，整体厚度还是只有3成，但至少没有明显漏洞了。接下来就是等镇界碑撑住剩余时间，想办法彻底修复。突破神桥境中期，封印暂时稳定。恭喜师傅，天刀城一切正常。另外，白苏来过一次。他来干什么？没说，在城里转了一圈就走了，看了看您的院子。先生，镇界碑有异常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有外力在干扰他，从界壁对面传来的某种力量，在试图压制镇界碑的输出。虚无之主发现了，比预计的快，目前还能顶住，但如果他加大力度，能撑多久？他在跟镇界碑较劲，用消耗战。镇界碑的能量有限，虚无之主的力量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无限。原本半年的能量，现在只能撑3个月。又是3个月，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了。不对，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，我们就得换思路，不能防守，得直接进攻。进攻？怎么打？打谁？不是打虚无之主，是修复封印。不是补漏洞那种小修小补，是把9层封印全部重建。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力量？我知道，所以不能一个人来。清晨，联系所有师兄弟，能来天渊的全部来。师傅，100个弟子里，目前能联系上的有73个，其中能在1个月内赶到天渊的大概40人。够了。但师傅，把这么多人聚集到天渊，天刀城和各地的防御会出现空档。如果虚无之主趁机在别处动手，他不会，他所有的力量都在对付这道封印，这是他唯一的突破口。明白，我这就发消息。师傅，300年他还是个瘦弱的少年，吸不了灵力，只能用拳头。现在肉身成圣，长青，起来吧。师傅您变帅了。死过一回，换了副皮囊。大师兄，25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的刀钝了没？轻点儿，你这力气。习惯了，习惯了。300年前，我一个人封住了这道裂缝，用的是全部修为，加上1条命。现在我没有当年的修为，也不打算再搭上1条命，但我有你们，一个人不够，那就43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，我来当枢纽，汇聚你们的力量，转化成法则之力，灌入封印。这能行？理论上可以，但有个问题，43个人的力量同时灌入1个人体内，经脉承受得住吗？承受得住。300年前的底子，比你们想的结实。赵本山，往左3步。这样。你的左。哦，这样。陈若雪，你的阵旗插反了。啊？哪面是正面？有字的那面。师傅，2面都有字。红色字的那面朝外。停！都停！小刀，你的刀意收一收，太锋利了，把别人的真气都击碎了。我控制不住啊。周烈，你的火太猛，把旁边落雪的阵旗烧了。这是我第3面旗了。长青啊，我说3成就是3成，你给我灌满干啥？师傅，我经脉差点崩了。师傅，3成是多少？我不太会控制。从头来。
融合度40%，不够，40%的法则之力灌进去，连1层封印都补不满，至少要70%。怎么提高？默契，43个人的力量要像一条河，不是43条溪流。呼吸、心跳、真气运转的频率全部同步。这得练多久？正常情况下3年，但我们没有3年，所以用笨办法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一起修炼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休息，全天不分开，用身体去记住彼此的节奏。43个人挤在一起睡，你还不乐意？没有。苏师兄，你别打呼了。没打。3年，还不如练3年。师傅，我感觉到了大师兄的心跳，我能感觉到。我也是，25师兄的刀意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节奏。70%，够了。总算成了。师傅，明天能动手了。300年前，我一个人扛下了一切，这一次不一样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！转化，把所有力量转化成法则之力。大伙稳住，都给我稳住！大师兄的威望不是白来的。秦无涯，看到了，快点儿！他的力量比我大，我撑不了太久。还需要多久？苏长青的坚韧，赵小刀的锋锐，周烈的炽热，陈落雪的精密。43个人，43种信念。300年前，我注入的是守护，这一次是传承。成了！师傅，我们成了。成了。能撑多久？43个人的力量加上你的法则印记，保守估计800年。够了。醒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3天前，你昏过去之后，喝。苦。你的经脉裂了17处，我帮你修了大部分，还有3处比较深，需要自己养半个月。太久了。嫌久就别受伤。谢谢。你的弟子们都醒了，在外面等着，要不要见？让他们进来。进来吧。师傅，师傅醒了。师傅，您感觉怎么样？都闭嘴。谁做饭？我饿了。为什么看我？你不是会做牛肉面吗？这是天渊，哪来的牛？那做别的嘛。做什么？冰块炖冰块。你是火系的，化点冰烧壶热水总行吧？我是来打仗的，不是来当厨子的。5天了，总算能走了。你的医术确实厉害。17处经脉裂伤，换别人至少躺1个月。天庭境的真气疗伤，效果确实不一样。那是我医术好，跟境界没关系。是，白神医说什么都对。师傅，弟子回去了。有事传信。师傅保重。师傅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封印的事解决了？回去，但大陆上还有一堆事要处理，各地的小裂缝
还有妖族那边也不安分。那些小裂缝封印稳固之后会自己消失吗？会，主裂缝封住了，外域的力量渗透不进来，小裂缝失去能量来源，3到6个月内会自行闭合。那就不用管了。得有人盯着，交给方杰云的封闭军，他不是想当统领吗？让他当。嘿嘿嘿，师傅您这是把活都甩给别人了。叫合理分工。这东西还能用吗？回去充能就行，需要3年时间。行，留着备用。3年后它会比之前更强，毕竟吸收了这次封印的法则余韵。那倒是意外之喜。你跟我们一起回去。我有自己的事。什么事？虚无之主被挡住了，但他不会死心，他会找别的办法，我得盯着。你一个人？习惯了。拿着，有事联系。白苏，等我修为恢复到天庭境，我会想起所有事。到那时候再说，先把眼前的事做好。师傅，走不走啦？来了。师傅，消息传这么快啊？天机阁的情报网不是摆设，封印重建的消息已经传遍大陆了，各大势力都在庆祝。方奇云还专门办了个宴会。他倒是会借势。人家现在是封闭军统领了，也算名正言顺。长大了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有件事得跟您说。什么事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有人来天刀城找过您。谁？姜太初。他留了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他找到线索了。线索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走了之后就没了踪影。他想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。虚无之主被挡住了，封印重建，能撑800年，但800年后呢？他等了300年，就能等800年。封印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这只是续命。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，彻底解决虚无之主。但他在外域，在他自己的地盘上。你能不能走门？你在想怎么对付虚无之主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300年前你也想过。然后呢？当时你推算了很久，最后放弃了。进入外域需要天庭境巅峰的修为，而且进去之后咱们的法则不适用，战力至少打5折。5折的天庭境巅峰对上虚无之主本体，迎面不到1成。所以我选了封印。对，但你临走前跟我说了另一句话。什么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，带够人再进去。带够人？多少人算够？5个天庭境。5个？目前有谁？我，天庭境中期，白苏初期，姜太初中期，加上你，如果你能突破的话，4个了。还差1个。你那个小徒弟离天庭境就差临门一脚。清雪，帮他突破5个天庭境，进入外域，合力围攻，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。需要多久？按你现在的速度，1年。柳清雪突破由你指点，半年到1年，再加上准备时间，2年。2年，封印能撑800年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准备。不过有件事得提醒你。说。进入外域，不一定能回来。走了。这个痕迹什么时候有的？等我想起所有事，他会告诉我答案。关于白苏，关于300年前。别动，再撬下去扎到我手了。你院子不错，上次来你不在，我做了半天，茶叶不行，下次换好的。你说找到线索了？喝一口再说。在南荒万古谷。万古谷那地方，我师兄跟我说过，进去10个出来1个。你师兄去过？没有，听说的。
那就别插嘴。万古谷底有一座古墓，墓主人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大能，修为不低于天庭境巅峰。他死前留下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种失传的秘术，能修复破碎的魂魄。你女儿？我女儿的魂魄碎了7片，散落各处。普通的招魂术找不回来，只有这种秘术能把碎片重新聚拢。你一个人去？本来是，但谷底有个东西我对付不了。天庭境中期对付不了，什么东西？吞天蚕，上古凶兽。吞天蚕，那不是传说中？闭嘴！吞天蚕不怕法则之力，它的剑壳能吸收一切能量，你打它等于喂它。300年前我研究过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纯粹的物理攻击，不带任何灵力和法则的纯粹的肉体力量。长青，肉身成圣，不依赖灵力，他的拳头对吞天蚕有效。你早就算好了。我等了300年，什么没算过？什么时候走？3天后。急什么？我等了300年，你觉得我不急？3天。师傅，事情清晨师弟跟我说了，吞天蚕我打过类似的东西，北境有一种铁甲蜈蚣，也是不吃法则攻击，我一拳一个。吞天蚕比铁甲蜈蚣大1000倍。嘿嘿嘿，那我多给他来上几拳。我走之后，城里的事你们盯着。师傅，为什么不带我去？那里的瘴气对天庭境以下的修士有害，你去了是累赘。我闭嘴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的火系法则在天渊已经有了突破的迹象。趁我不在，去找秦无月指点，他对法则的理解比你深得多。师傅放心。等你到了天庭境，下次有这种事儿不会落下你。说话算话。算话。带这么多干粮，我饭量大，不带够会饿。你会飞吗？不会，我的路子不修灵力，飞不了。我背你。前辈，我380斤。我知道，上来。前辈，下次能不能飞稳一点？闲话，走路去。不，挺好的。从这里往南300里就是万古谷，跟紧。他在茧里。他在蜕变，每300年蜕变一次。上次我来，他还在外面，打不过跑了。这次他在茧里，是最好的机会。茧壳也能吸收能量？能，但茧壳比本体薄，纯物理攻击能破。打碎这个茧。打碎茧，在他蜕变完成之前解决他。蜕变过程中他没有反抗能力，但茧壳碎了之后，你只有10息的时间。10息之后他会醒。10息够了。还挺硬，比铁甲魔红硬多了。苏长青，我没事，就是痒。他在吸收周围的瘴气，不能让他继续长大。他恢复的太快了，我打的速度赶不上他长的速度。你有办法吗？苏长青，打他的头，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。现在，长青，你的手皮外伤，师傅别看了，养2天就好。我肩膀都快卡住了。别磨蹭，
里面没有机关。没机关，那靠什么守墓？吞天蚕，墓主人不屑用那些小把戏，一头上古凶兽就够了。现在凶兽死了，里面应该安全。理论上是。什么叫理论上？师傅，江前辈的手在抖。他等这一天等了300年，别打扰他。这些符文怎么了？这些符文是封印体系的，跟我用的一脉相承。你确定？这个人的封印之道比我精深得多。我现在用的那套体系，很可能就是从他这里传下来的。有意思，这座墓的主人跟你渊源不浅。找到了聚魂珠的制造方法。太好了，江前辈，那你女儿？外域非空间，乃意识之海；虚无之主非生灵，乃意识之集合体。欲灭之，非以力破力，乃以意夺之。师傅，这写的啥？我一个字都不认识。意思是，虚无之主不是一个活物，它是外域所有意识的集合。要消灭它，不能靠硬打，而是要瓦解它的意识。瓦解意识？怎么瓦解？没了，写到这里就断了。以意夺意，如果硬打没用，那之前的计划就没用了。师傅，你听，这声音，吞天蚕的尸体，它在孵化。什么？它不是死了吗？吞天蚕死后，尸体会分裂成幼虫，数量可能有上百条。快走！上百条小虫子，跑！师傅，别看下面。我没看，我闭着眼呢。那你别抖。我控制不住自己呀！没事了，幼虫太小，爬不上骨壁，而且它们没有母体的吸能特性，过几天瘴气会把它们毒死。前辈，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清楚？我忘了。师傅，下次有虫子的活别叫我。你刚才一个人锤死了一条20丈长的巨虫。那不一样，大的我不怕，小的密密麻麻的我受不了。拿到方法了，制造聚魂珠需要3样材料。万年寒玉锥我有，9转紫金莲我有，还差1样。什么？天庭境巅峰修士的一滴心头血。等我恢复修为，这滴血给你。你答应的倒快。你等了300年找女儿，一滴血而已，不值得犹豫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。聚魂珠制造出来之后，你帮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进外域对付虚无之主。本来就打算去，那东西不除，这方天地迟早完蛋。我女儿好不容易找回来，总得给她一个安稳的世界。成交。师傅，还有我也去。先把你怕虫子的毛病治了再说。那是两码事儿。前辈，你不知道，我小时候被一窝蚂蚁咬过，从那以后看见小虫子就浑身发麻。闭嘴！但是真的很多虫子。再说一个字，我把你扔下去。走门太远，你传来的消息我看了，原文呢？都在这儿了。以意夺意，这跟我之前的推测完全不一样。你之前怎么想的？我以为虚无之主是一个实体，有核心，打碎核心就能解决。但如果它是意识集合体，没有核心，你打碎一块，剩下的会重新聚合。所以5个天庭境硬打没用。硬打能压制它，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得找到瓦解意识的方法。朱剑上没写具体怎么做。断了，后面的内容没有。那个墓主人既然研究过外域，不可能只留了这么一片竹简，应该还有别的遗留。
可能是洞府、藏经阁或者某个弟子的传承。你打算去查？天机阁的藏书里可能有相关记载，这条线索我来跟。你专心修炼，突破到更高境界才是当务之急。你修为不够，后面的事都是空谈。从明天开始冲击神桥境后期。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如果虚无之主是由无数意识组成的，那些意识从哪儿来？外域是意识之海，谁的意识？你的刀变了。怎么变的我自己也说不清。就是在天渊那段时间，43个人挤在一起，我能感觉到每个人的力量。然后我就想，我的刀到底是什么？想明白了。没有，但比以前清楚了一点。现在觉得刀是我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。谁教你的？没人教，自己琢磨的。师傅，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又不是傻子。我什么眼神？就那种哟，这小子居然开窍了的眼神。滚去练功。先生，喝汤。苏瑶，你炼丹的时候怎么去除药材里的杂质？看是什么杂质，如果是物理杂质，用水洗就行；如果是药性里的杂质，得用火炼。不同的火候去不同的杂质。如果你不知道杂质是什么呢？那就一样一样试，先用文火慢炖，看有什么浮上来，浮上来的就是杂质。谢了。先生想通什么了？没事，不主动去找杂质，用最温和的方式过一遍，像水流过沙地，把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冲出来。找到了，灰色，这是外域的颜色。我的法则印记里竟然藏着一丝外域的力量，缠得太深，调动体内法则映衬会伤到印记本身。它不是杂质，是虚无之主的印记，他一直在通过这东西监视我。秦无涯，什么事？我体内有外域的力量，一小团，缠在法则印记里。多久了？不知道，可能很久了。让我看看。确实是虚无之主的手笔，不是攻击性的，是监视性的。他通过这个东西感知你的状态。能去掉吗？能。我从外面用天庭镜法则之力压制住他，你从内部同化，两面夹击，他跑不掉。好了，以后注意，每次接触外域力量之后都检查一遍，这种钉子可能不准。看到了什么？你这些年的一切，但没关系，他知道你在变强，那又怎样？他被封在外面，干看着急。被盯了这么久，不舒服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团灰色力量被你同化了，不是消失了，是变成了你的一部分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法则印记里现在多了一丝对外域的理解。进外域之后，你的法则不会完全失效，因为你的法则里已经融合了一丝外域的本质。因祸得福，那竹简上说的以一夺一。对，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做这件事。你的法则里有外域的成分，那突破后期的障碍已经没了。那团灰色就是你的障碍。同化它之后，你的法则印记已经完成了蜕变。试试看。神桥境后期，从中期到后期，1个月，你300年前用了5年，底子不一样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离天庭境还有多远？神桥境巅峰，然后天庭境，2步。按你这个速度，半年。快了。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，300年前你封印裂痕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，白苏在场，你把他打晕了，让我带走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他醒着，他会跟你一起留下。我说了什么？下辈子别等我了。下辈子别等我了。半年突破天庭境，然后进外域，结束这一切。意识集合体，一个由无数意识拼凑起来的存在，它的自我是什么？想不通。先不想了，练功。师傅，
我觉得我快摸到天庭境的门槛了。还早。怎么还早？我都能感觉到了。感觉到和摸到是两回事。你现在的状态像是站在河边看到了对岸，但桥还没搭好。那怎么搭桥？你说过，刀是你跟世界说话的方式。那你想跟世界说什么？想清楚这个问题，桥就搭好了。师傅，这个问题能不能给个提示？不能。这老头真小气。师傅，秦前辈让我来传个话，他说在天机阁的藏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，跟那个墓主人有关，让您晚上去找他。他人呢？在城东的酒楼喝酒，说是请客。秦无涯请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师傅您来了。坐，别客气。你请客还让我别客气？林清晨付的钱。秦前辈你自己说的请客，到了又说没带钱，说正事，什么线索？天机阁的旧档，3000年前的记录，里面提到一个人风道祖师，就是那个墓主人。八成是。记录里说，风道祖师是上古时研究外域的第一人，他自己进了外域，再没回来，死了。不确定。记录里的原话是入虚无而不返，生死未知。3000年前的事了，大概率是没了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进外域之前，把自己的研究藏在大陆各处。万改谷那个是一份，我查了天机阁所有相关记录，在哪位置？东海，龙骨岛。龙骨岛，东海深处那座孤岛。记录里说，风道祖师的第2处藏经地在龙骨之下，雾海之中。整个大陆符合这个描述的，只有龙骨岛。什么时候去？不急，你现在的修为去龙骨岛没问题，但那地方的雾气会干扰神识。神桥境后期进去，探查范围会被压缩到100丈以内。等你到了巅峰再去，效率高10倍。那就3个月后。师傅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方继云来了，带了封闭军300人，说要见您。别紧张，方启云不是敌人。我不喜欢他，上次见面他那个态度。闭嘴，到了别乱说话。前辈，方统领，什么事？南疆出事了。什么事？3天前，南疆边境的一个小城落霞城，一夜之间所有人消失了。多少人？23000人。城里的房屋完好，灶在里的火还没灭，桌上的饭菜还是热的，但人一个都没有。封闭军去查了，我亲自去的。城里没有打斗痕迹，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。就像所有人在同一个瞬间消失了。城墙上剥下来的有一样东西，外域的印记，我也是这么判断的，所以来找你。封印不是铺好了吗？外域的力量怎么还能渗透进来？不是从裂缝渗透的，是已经在大陆上的。可能已经在大陆上布置了后手，就像他在我体内埋了一颗钉子一样，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埋了。23000人，他拿这些人做什么？不知道。但不会是好事。方继云，落霞城距离最近的小裂缝旧址多远？80里。那条小裂缝还没闭合，按秦前辈的说法，还需要2个月。未闭合的裂缝，80两外的城市，23000人消失。我去看看。我跟您一起。不用，你带封闭军把南疆其他城市的百姓疏散，所有距离未闭河洛100里以内的居民全部撤离。全部？那涉及的城镇至少17个，人口加起来超过40万。40万人的疏散和40万人凭空消失，你选哪个？我这就去办。师傅，我跟您去，你留下，天刀城不能没人管。师傅，我去。你也留下，这次不是去打架，是查探，人多了反而碍事。我一个人去，快去快回。别担心，师傅的实力，你我都清楚。我知道，就是不放心。城还在，人没了。没有打斗，没有血迹，所有人在同一瞬间被抹去了。地底有阵法，不是人类的手法，外域的阵法，但有人帮忙修补过，不是力量自己渗透进来的，是有人主动配合。怎么样？人被送进外域了，通过一个阵法。外域的阵法怎么会出现在大陆上？阵法是外域的东西，但有人帮忙布置。大陆上有内应，谁？不知道，但能布置那种阵法的人，修为不会低，而且必须对外域的力量有一定了解。能接触到外域力量的人，范围太大了，靠近过裂缝的修士少说上百人，所以得从阵法本身入手，让天机阁的人查，大陆上谁研究过外域的阵法体系，
这种东西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学会的。明白，我今天就安排。先吃。先生，出大事了。严重吗？2万多人没了。吃完好好休息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别问我怎么进来的，看看这个。你这字能不能写清楚点儿？这莫离，天机阁旧档里的记录，600年前有一个修士曾经主动接触过外域的力量，元婴境巅峰。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点，南疆。这个人什么来头？孤修，没有师承，没有门派。天机阁的记录里说他痴迷于禁术研究，尤好外域之学。600年前失踪，如果他没死，现在的修为，神桥境巅峰修炼600年，运气好的话，天庭境。找他，已经在找了。天机阁全力运转，3天内给你结果。秦无涯，如果换的那千人被送进外域，还有救吗？理论上，进入外域之后击败虚无之主，能把他们拉回来。如果意识已经被吞噬，加快进度。龙骨岛的事不能再等了。你的修为还没到巅峰。神桥境后期进龙骨岛，神识被压缩到100丈以内。你确定100丈够了？行，我陪你去。龙骨岛在东海深处，从海岸线算起大概3000里。到了之后别乱跑。雾气的影响不只是干扰神识，还会制造幻觉。你心里最在意什么，他就给你看什么。你进去过？进过一次，看到了一桌子菜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吃了，是幻觉，吃不饱，出来之后饿得要死。到了，进去之后跟紧我，我的神识能撑住500丈，你的会被压得更狠。知道了。神识从8000里压缩到50丈，比预想的还严重。雾气比上次浓了，跟紧。这是龙骨，上古龙族的遗骸。这座岛就是一条龙的尸体，骨架撑起了地形。整座岛，这条龙多大？从岛的面积推算，至少500丈。500丈，小金现在才5丈。藏经地在头骨里面，里面有禁制，只认封印体系的力量。上次我来进不去，但你能。在外面守着，我去。自己小心点儿。禁制认出了我的封印体系。风道祖师的第2份研究。虚无之主是意识集合体，由无数被吞噬的生灵意识聚合而成，吃的越多越强。如果能进入虚无之主的意识内部，唤醒那些被吞噬的意识碎片，让他们重新产生自我认知，集合体就会从内部瓦解。以一夺一不是用的意去压制他，是进入他的内部，唤醒被他吞噬的那些意识，让他的食物变成他的敌人。但前提是我的意识必须足够强大，强大能在他的意识海洋中保持自我。风道祖师他具备了条件，独自进去了，没有回来。他最后写的是望后来者以武为鉴，勿独行。这一次我不会独行。脸色不太好，里面有什么？杀死虚无之主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说说。虚无之主由无数被吞噬的生灵意识聚合而成，要杀他，得从内部瓦解他。从内部把意识投射进他的内部，唤醒那些被吞噬的意识碎片，让他们重新产生自我。风道祖师就是用这个方法进去的。他进去了，没回来。所以你得比他更强才行。我会的，而且这次有你们。意识侵入，这不是武力能解决的问题。5个天庭境进外域，武力是保障，真正动手的只能是一个人。对，
进入虚无主意识内部的人只能是我。风道祖师也满足这2个条件，他进去了，没回来。他是一个人去的，其他4个天庭境在外面保护我的身体。我的意识进入虚无之主内部的时候，身体是空壳。虚无之主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会攻击我的肉身。4个天庭境负责挡住他的攻击，给我争取时间。多少时间？不知道，可能1天，可能1年。在外域里守着你的空壳1年，最坏的情况。最好的呢？1炷香。差距有点大，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。走吧，先离开这鬼地方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有人，3个不5个，在岛的南侧，2个神桥境中期，2个神桥境初期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比我们早。他们在往这边移动。有人来过了，禁制已经被触发，里面的东西被拿走了，还在岛上。走还是打？拿走东西的人，我知道你在，我没有恶意，我也是来找风道祖师遗留的。既然你先到了一步，那是你的缘法，但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别出去。不想出来也行，那我把话留在这里。这里面有我600年来对外域的研究，比风道祖师的更新、更完整。如果你想对付虚无之主，你会需要这个。对了，落霞城的事不是我做的，是虚无之主自己的后手，我只是没来得及阻止。你信他？不信，但那枚字简得拿回去研究。没有陷阱，没有追踪术，就是一枚普通的巨简。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？2种可能：第一，他说的是真话，他也想对付虚无之主，需要盟友；第二，这里面的信息有误导性，想把我们往沟里带。第3种可能，他在试探，看拿走风道祖师遗留的人是谁。那他已经知道了。我的气息收敛的再好，他那几个手下里有神桥境中期的，未必察觉不到我。他没动手。 5个人打我一个天庭境中期，他没把握。别在这儿耗了，回去再说。师傅，天机阁查到了，莫离600年前的孤修元婴境巅峰，失踪前活跃于南疆和东海一带。外域之学，我知道。这个你能查出里面有没有问题吗？我试试。信息量太大了。怎么了？我只看了开头一小部分，是关于外域式结构的分析，非常详细。 比风道祖师的竹简详细10倍不止，但我的修为不够，没法判断内容的真伪。给秦无暇看，他人呢？应该快到了。到了。怎么样？内容是真的，但里面有一个结论让我不舒服。什么结论？风道祖师进去没回来。 不是因为他失败了，是因为他成功了，但代价是自己以意夺意，代价是自己的意识。有没有可能莫离在骗我们，故意加了这个代价的说法，让我们放弃？有可能，但也有可能是真的。风道组织确实没回来。如果他成功瓦解了虚无之主的一部分，为什么虚无之主还活着？因为他只瓦解了一部分，他一个人的意识不够。 只够唤醒一部分被吞噬的碎片，所以虚无之主受了伤，但没死。那要瓦解整个集合体，需要多少人的意识？这就是莫离给我们这枚玉简的目的。不管他是敌是友，他想让我们知道这个代价，要么是为了劝退我们，要么是为了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你怎么选？在那之前，不做最终决定，先把修为提上去，把所有准备做到位，到了那一步再说。行，这个。 我带回去慢慢研究，里面的信息太多了，得花时间消化。以意夺意，代价是自己。望后来者以无为戒，勿独行。人齐了，秦无涯，天庭境中期。 白苏天庭境中期，2年里他又突破了一步。姜太初天庭境中期，柳清雪
天庭境初期，还有我天庭境巅峰，5个天庭境。师尊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说是能保平安，借您用用。等我回来还你。师尊，那您可得回来啊！开始吧。我先进。你先，我断后。撑得住。撑得住。300年，上次你一个人，这次还多带了4个，有趣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急什么？小清雪，这2年没白练嘛？不错。他在自己的地盘上，力量至少是外面的3倍。我的任务不是打，是等一个机会，进入他的内部。别慌，按计划来。打得跟打水一样，散了又聚。一群蝼蚁，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在拖延时间，等他做什么？想进来？风道祖师3000年前进来过，你猜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这里，成了我的一部分。他是一个人去的，我不是。再来！呀！古灵渊，就是现在！赵小刀说：“得回来。”师尊，接下来就靠您了。古灵渊，快，我们撑不了太久。不能分心，往前冲，必须找到核心，找到那些还没被完全同化的意识。他在利用这些人构建防线，像那堵令人作呕的灵魂防线。让开！再撑一会儿。破！清雪！给我定住！滚开！一剑定魂，9天凝魂断。区蝼蚁！该死的古灵渊，我们真快顶不住了。喂，你大爷在这儿呢！舍命逆轮回，地道尽风摧，老子今天跟你爆了！前辈，醒醒！后来者，你来了，跟我回去，带他们走。3000年够久了，诸位，随我走一遭。跟着我，咱们回家。你们做了什么？成了，成了。谁都别想回去，一起毁灭吧！
顾凌渊，你干什么？师尊，师尊，大家替我照顾好天斗城。不！赵小刀，这铜钱怕是还不了了。师傅，师傅！他没出来，他没出来。不可能！师傅说了回来还我铜钱的。师傅，你出来呀！师傅！林先生，先生他们该回来了吧？不可能！你觉得他能回来吗？300年前他消失了都能回来。秦前辈，外域的封印真的打不开吗？打不开，9层光膜是单向的，里面出不来，外面进不去，这是当年定死的规则。那我就劈开它。等着吧，你主人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让人等。